好吃不过家常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煎酿苦瓜我们该怎样去做才好吃呢？今天阿鹏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客家酿苦瓜的保姆级教程。按照我的方法做出来的苦瓜呀，它吃起来特别的软烂入味，哪怕是里面的汤汁拌饭，相信你也能吃上满满一大碗。这道菜吃着下饭又下酒，而且还败火又开胃。好了，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条新鲜的苦瓜，我们将苦瓜清洗干净以后，紧接着再将其改刀切成大厚片，厚度的话大概4平中这样子，大概 1.5公分左右就可以了。广东的夏天马上就快到了，在夏天里我们应该多吃点苦瓜，败火又开胃的，而且苦瓜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，在夏天里我们应该多吃一点苦瓜，对身体还是非常友好的。我们将苦瓜全部改刀切好以后，紧接着我们再准备个小勺子，把里面中间的瓜瓤给它全部的挖出来，去掉不要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像我这样子操作是非常的容易把瓜瓤挖出来的。这里面白色的瓜瓤它是因为比较苦的，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要尽量的挖干净一点。我们将苦瓜全部的处理干净以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大概4平中这样子就可以的了。接着先放开一旁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一些其他食材，准备少许的小料，取适量的大蒜，先用刀将大蒜拍一下，最后再将其改刀切成蒜末。这个大蒜我们可以尽量的多准备几颗，这样子它的蒜香味会更加浓郁一点。切好了之后先给它装起来，然后再往里面再添加适量的黑豆豉，这个黑豆豉可以增加整道菜的风味的。我们将小料准备好之后，接着先放开一旁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少许的小葱，清洗干净以后将它改刀切成小段。葱段切好了之后，紧接着我们再准备适量的老姜，我们先把它改刀切成丝，最后再切成片。改刀切好后和葱段放在一起，然后再往里面再添加少许的清水，再添加少许的料酒，最后再下手将它抓一下，把里面姜葱的味道给它抓出来。我们把姜葱水抓出味道以后，接着先放开一旁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苏子叶少许，清洗干净以后再把它改刀一下，切成丝。全部改刀切好以后，先将其先装起来备用。最后我们再另外的准备少许的小葱，将它改刀切成小葱花。改刀切好以后，我们先将其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，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盆子，然后再把提前剁好的肉末添加进来，再添加少许的葱花。接下来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少许的食盐，还有一点点的鸡精，再添加少许的蚝油，还有生抽少许。接着我们再往里面添加一勺淀粉，调味以后我们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葱姜水，不需要太多，少许就可以了。所有的东西都添加进来以后，接下来我们用手将它搅拌一下，将调料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我们用手将它持续的同一方向不停的搅拌，把肉馅给它持续的搅拌至起胶质。我们再经过持续的不停搅拌几分钟，这个时候的肉馅已经是起粘性了。要想做出来的肉馅更加的紧实 Q 弹又好吃，接下来我们需要用手把肉馅进行反复的摔打一下，在经过反复的摔打作用下，让肉馅摔打上劲，那么做出来的肉馅吃起来就会更加好吃的了。我们将肉馅反复的摔打几分钟，摔打上劲以后，就这样子我们的肉馅就调好了。接着先给它盛出来备用。下一步锅中烧水，往里面添加1大勺食盐，还有1大勺的白糖，再添加少许的食用油。水开以后，我们将苦瓜放进汤水里面，将它焯水一下。苦瓜下锅以后，我们再用锅铲将它轻轻的搅拌一下，让苦瓜可以在锅里面均匀的受热成熟。另外苦瓜焯水的时间也不需要特别久的，大概焯水个1分钟左右就基本可以了。经过焯水以后，可以让苦瓜在后续烹饪中更加方便成熟和入味，而且还可以去除苦瓜里面过重的苦味。
在经过焯水1分钟以后，我们再将其迅速的控干水分，捞出来，再立刻的放到冷水里面浸泡一下，过冷。浸泡过冷之后，我们再把苦瓜捞出，吸干水分。控干水分以后，我们再取适量的淀粉，在苦瓜的内壁沾上少许，防止肉馅容易脱落。下一步，我们再往苦瓜里面填充适量的肉馅，尽量的给它塞得满满当当的，比较饱满一点。我们将肉馅全部塞进去以后，大概4分钟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接着再把剩余的苦瓜全部塞上肉馅，备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开始进行烹饪。首先，锅里面添加少许的油，油热以后，再把酿好的苦瓜放进锅里面，给它煎制一下。我们将苦瓜全部下锅以后，不需要立刻的去翻动它，但是可以轻轻的转动一下铁锅，让苦瓜可以在锅里面均匀的受热。在煎制过程中，我们全程开中小火，把它慢慢的煎，把苦瓜的底部给它煎至微微的金黄色。将底部煎至微微金黄色，我们再用筷子把它翻个面，把另外的一面也同样的煎制一下。翻面以后，我们还是同样的开中小火，慢慢的煎，把两面给它煎至微微的金黄焦香，然后再将它先盛出来备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再重新起锅，下竅的蒜末还有豆豉，先开小火慢慢的翻炒一下，先把小料煸炒出香味。翻炒几下之后，我们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酱油，给它炒出酱香味。等到全部炒香了，我们再往里面再添加适量的汤水进来。下一步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少许的食盐，还有一点点的鸡精和少许的白糖提鲜，再添加少许的胡椒粉，还有一点点老抽提色。调味以后，我们再把煎过的苦瓜重新的放回锅里面，再直接的扣上盖子，给它焖煮大概3分钟左右，让苦瓜可以更好的软烂、成熟和入味。大概3分钟以后，我们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紫苏。这个紫苏不要一开始就放下去，不然煮得太久的话，紫苏的香味会流失掉的。然后再将它咕嘟大概30秒左右，把紫苏给它煮至成熟。半分钟以后，我们开始进行勾芡，往里面添加少许的水淀粉。水淀粉下锅以后，立刻轻轻的转动铁锅，让水淀粉可以在锅里面充分的化开。这时候的汤汁呀，已经是非常的浓稠的了。这道菜一定要保持些许的汤汁，这样子拿来拌饭也非常好吃的。最后在出锅之前，再添加少许的明油，提香增色，增加口感。再翻炒几下，将它翻炒均匀，我们就可以出锅了。就这样子，一道香喷喷的家常美食酿苦瓜，我们就制作完成了。最后将它关火，出锅装盘，再撒上少许的葱花，点缀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这样做出来的苦瓜，不但是下饭，还是下酒都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哪怕是汤汁拌饭，相信你也能吃上满满一大碗。如果大家平常也爱吃的，那么记得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